虽然家里没有秤，可是每天在家里对着 baby， 看着 baby 吃饱奶满足的样子，重重的尿片，大便通畅，精神良好，也很爱笑，你心里面觉得一切挺好的，挺顺利的。可是当你带你 baby 去 clinic 做 check up 的时候，却被告知，妈咪啊，这个体重不美哦，你看这个曲线在边缘，如果还是这样下去，你就要加奶粉了。那一瞬间，你在家里面建立起来的信心全部被击碎了。你看着怀里这个明明刚才还笑得很开心的 baby， 突然之间你只是看到一个不及格的分数。如果你有过这样子的经验，那么今天这一集就是为你而准备的。欢迎回来输入馆 Podcast， 各位爱思考的妈咪们，我是泌乳顾问李丽哟。今天是第15集，我们要聊的是 What Doctors Don't Know About Breastfeeding 这一本书里面的第14个 chapter， Baby 有吃到足够的奶吗？今天又会聊到关于体重问题啦，但是今天要说的跟前面第7集讲的体重是不一样的问题。那时候我们讨论过的是新生儿体重下降和脱水的问题。今天我们要说的那个情况呢，是已经满月甚至几个月大的 baby， 他们精神是良好的，没有生病，尿片量也足够，只是体重呢长得比生长曲线上面的标准慢了一点点。这种情况在很多妈咪心里是一个很大的焦虑源头。 Dr. Jack Newman 他在这一个 chapter 一开头就说得很直白，对医生来说 baby 的体重增长是判断 baby 吃得够不够的理想方式，这是婴儿喂养的第一条诫命。他接着说，像是 baby 在出生后的头几个月，每天需要长30 gram 这样子的规则呢，从他们第一天开始接触婴儿时，就已经被灌输进他们的脑袋里了。30 gram 一天，听起来是不是很精确、很科学呢？但是 Dr. Jack Newman 他说，这个其实是伪科学 pseudoscience。 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量体重本身就会有误差。 baby 他可能刚拉了一泡很大的便便，或者他刚刚吐奶，或者尿片上面很重的重量，这些都会影响体重。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 baby 每天只是长26 gram 而不是30 gram， 只要是稳定增长，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Dr. Jack Newman 说，一个 baby 如果每天稳定的长26 gram， 比理想的30 gram 少4个 gram， 他也会很好啊，他可能就比较瘦一点点，但只要 baby 他持续在成长，就没有必要担心。但是很多父母被告知体重长得慢会导致脑损伤，听到这一个，父母当然会被吓死啦。 Dr. Jack Newman 他说得很清楚，我们要明确的说，只要 baby 它稳定的在长，即使增长的速度比理想慢，也不会造成脑损伤的。 OK， 好，那么当医生说体重不够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怎样做？书里面有分享一个妈咪的 email， 他说呢，医生说我 baby 长得不够快，如果下几次复诊体重还是不够，那么就要加配方奶。医生要我每一个星期回来量体重，那就这样而已，没有其他的建议咯。 Dr. Jack Newman 说，这种做法其实并不罕见，当医生每一个星期见你和 baby 一次，直到你被好尽，最后就被说服说 baby 需要加配方奶。他说 Again， 一切都基于秤，却没有任何实际的帮助。毕竟如果喂养方式没有改变， baby 又怎么会开始长得足够快？光是量体重并不能把奶变进 baby 的肚子里。如果你遇到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果医生只是给你一个 deadline，
然后要你下个星期或者下个月回来，但是没有教你说要怎样去改善 baby 的含乳姿势啦，怎么样看 baby 有没有在真正的吞咽，然后怎么样用 breast compression 去增进你的奶流进 baby 嘴里面，然后怎样知道应该换边了。如果都没有教你，只是教你过一段日子再回去，那么这根本就不算是一个治疗方案，它只是在给你压力。而且有很多情况即使医生是有给你解决方案，也未必是在帮助母乳喂养的方案。最常见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不是加配方奶，就是改用奶瓶喂。Dr. Jack Newman 说，医生很快就会告诉那些 baby 体重长得慢的妈咪们，用配方奶去瓶喂。很少医生会尝试帮助哺乳变得更好。然后他说不幸的是，奶瓶通常会导致哺乳关系的恶化，而且经常会导致 baby 完全拒绝乳房。我知道很多妈咪听到医生建议要瓶喂配方奶的时候，心里面就会开始打架，一边是担心 baby 会乳头混淆 nipple confusion， 另一边又怀疑自己，我是不是太固执了？我是不是为了坚持全母乳而饿到了 baby？ 那在这里我要很肯定的告诉你，你不是固执，你的直觉是对的。用奶瓶喂配方奶，也许能解决今天秤上面的数字问题，但是它可能会制造明天更难解决的喂养问题。当你对奶瓶，也就是瓶喂配方奶感到犹豫的时候，你其实是在保护这一段哺乳的关系。我想跟大家分享书里面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案例。这是一个妈咪她写给 Dr. Jack Newman 的 email。 她说在她出生后36小时，她的体重下降了9%。这个事实让产房的护士们陷入了恐慌性的忙乱。在量完体重的几分钟内，我就被接上了挤奶器。护士教我怎样用喂奶管和针筒给 baby 补充配方奶。那注意这个 email 里面的用词恐慌性的忙乱 Panic flurry of activity。 这个妈咪她在 email 里面写信给 Dr. Jack Newman 的时候， baby 是已经7天大了，她还在补充配方奶。Dr. Jack Newman 他建议那位妈咪按照他的管理母乳摄入的方案来做，并且用他诊所的 video 来帮助他。在2个星期后，他收到这位妈咪的回信，再次感谢你的帮助和建议，我们一直在按照管理母乳摄入方案的步骤去做，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我们不再需要补充了。我们的 baby 体重长得很好，2个星期就从恐慌性的忙乱到不再需要补充。这个案例让我想问几个问题。第一，如果这位妈咪她在医院的时候就有人教她怎样观察 baby 在乳房上的吞咽，会不会就不需要配方奶了？第二，如果护士们不是恐慌，而是冷静地观察 baby 在乳房上的表现，会不会就能给妈咪更好的帮助？第三，有多少妈咪因为这一种恐慌性的忙乱，最后就这样子停止了母乳喂养？大家想想看。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成长曲线 Growth Chart。 Dr. Jack Newman 他在书里面说成长曲线如果正确使用，它们是很有用的工具，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可以被严重误用。他就分享了一个案例说，有一位爸爸写信说，他们4个半月大的 baby 体重在35百分位，医生说 baby 是 underweight 体重过轻，妈咪想停母乳改去喂奶粉。Dr. Jack Newman 他回信问 baby 一直都在35%位吗？那个爸爸呢，第2封信就说没有baby 3个月的时候是在25百分位，现在4个月半是35百分位。你发现了吗？曲线明明是在往上走，从25%升到35%OK， 暂停一下。听到这里，可能有些妈咪已经晕了。等一下，你一直说百分位，又35又25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听不明白啦。
OK， 我就简单去打个比方说啦，35百分位就好像我们把100个健康的 baby 排坐，你的 baby 排在第35个位置。OK， 这代表什么呢？那这只是代表在100个健康正常的 baby 里面，虽然有65个比你的 baby 大只，但是也有34个比他小只。重点是这100个 baby 之中，从第1名到第100名，全部都是在健康 baby 的范围内。 OK， 那不过只是用来听，可能还是有点难想象啦。那要不然这样，如果你们想要我另外做一个 video 来教大家怎样去看成长曲线 growth chart， 特别是针对母乳 baby 的标准，请在留言区或者其他任何平台告诉我。如果很多人想要知道，我就专门拍一个 video 来手把手教大家。 OK， 回到正题，刚才说的那位爸爸的信呢，那 baby 在3个月的时候是在25百分位，然后4个月半的时候却升到35百分位，对吗？曲线明明往上走，可惜结果呢，那个妈咪还是停了喂母乳。 Dr. Jack Newman 他说，这个是真的令人难以置信，这个医生是不是以为所有 baby 都应该在50百分位或者以上呢？从定义上来说，这是不可能的。生长曲线不是这样子运作的，总会有正常的人在300分位啊、500分位啊，或者20百分位。他接着说，如果你以为这个只是个案，那么你就错了。这一种医生的建议呢，其实一点都不罕见。从统计学上来说，如果每一个 baby 都在50% 以上呢，那么就不叫百分位了，总会有人在下面，也总会有人在上面的。关键不是你 baby 在哪一个百分位，关键是你的 baby 精神好吗？尿片量够吗？曲线是稳定的，还是忽然往下掉的？ OK， 那么当医生指着那个不美的数字给你压力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我的建议是，你不需要跟医生争论，也不需要觉得自己在求医生批准你继续喂母乳。你需要做的是问对问题，理清状况。你可以温和而坚定的这样子问医生， Doctor， 我想确认一下，除了体重这个数字baby 目前有其他医疗上的问题吗？他有脱水的症状吗？他看起来精神迟钝吗？那 Dr. Jack Newman 他在书里面反问过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力。如果 baby 喝奶喝得很好，看起来表现起来也像一个健康的新生儿，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找一个不存在的问题呢？当然你不要这样去问你的医生啦，我不希望你去挑战医生 OK。 如果医生的回答是baby 看起来很精神，没有脱水，只是比较小只，那么你就有答案了。你的 baby 它不是一个不健康的 baby， 它只是一个生长速度比较慢、比较娇小玲珑的 baby 而已，这完全是 OK 的。 Dr. Jack Newman 说，我们建议医疗专业人员应该包括其他的指标，而不仅仅是体重增长来判断 baby 吃的够不够。单独使用体重可能会导致错误。首先，医疗人员应该观察 baby 在乳房上，以判断他们在乳房上喝得好不好。不幸的是，大多数医疗专业人员从来就没有学过，也不知道如何评估 baby 在乳房上的表现，所以他们就只能看秤。但是你作为妈咪，你是可以学会看的。看什么？看 baby 的下巴停顿 chin pause 这一个动作。这个我在 podcast 的第11集有讲过，就是 baby 嘴巴张大、停顿、合上这一种深层的吞咽动作，才是 baby 在喝奶的证据。只要 baby 在乳房上有这一种吞咽，再加尿片量也很足够，精神也很好，那就请你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是那一台冰冷的机器。我真的很希望听到这里的你可以放下心中的大事。生长曲线是曲线，不是考试。只要 baby 他健康快乐，就不要让焦虑偷走了你们亲子时光的快乐。那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我并没有说 baby 的体重完全不重要，重点是你要观察多方面，
不要只是观察体重这一点。那虽然我们对于体重的数字要学会放宽心，但是也有一种情况要注意，有时候 baby 体重增长变慢，确实是因为大概3-4个月后，妈咪的奶量或者奶流速度变慢了。这个在书里面就叫做 Late Onset Decreasing Milk Supply and Flow， 翻译去中文就是晚发性的奶量减少和奶流速度减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不加奶粉，我们应该怎么样解决？这将会是我们下一集要深入探讨的话题。哎呦，下一集有难度啊，里面很多可能会引起妈咪们那一种难道我 baby 也是这种状况吗的那一种焦虑嘞。无论如何我会尽能力把它呈现好。我们下一期见，拜拜。